点的时间，那你们所有人的不在场证明就都作废了。死者身中9刀，有深有浅，浅的伤口只刺穿了表层的皮肤，而深的那刀直接贯穿了整个肺部。9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刚好跟你们的人数对上。你们所有的人在一起，给死者进行了一场审判。可你们的审判，说什么？老刘说昨天晚上死者是用俄语说的“滚开”，马世英又不会说俄语，那谁会说俄语？司徒大壮、万吉祥、老刘，老刘是列车员，我跟万吉祥在聊天，所以说，谁没有不在场的证明，谁就是凶手。你还有你不都见过那个凶手吗？就那个列车员。然后你现在又告诉我，司徒炎是凶手了。我是坐在这个包厢里，他从过道过去，我用余光瞥见的，不可能看那么清楚啊。但启红小姐发现凶手的时候，司徒先生也按铃了，我想应该不是他。你是先去应的3号，再去应的1号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司徒炎就完全有时间在你进去检查的时候，从3号房间先出来，然后回去等你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见到了就不是司徒大壮了。挑战还是警告？哎，大家待着别动。我理解你们车上发生了一桩命案，也想在下车前破案，但是我昨晚没有离开房间，很早睡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能回答你任何问题。乔治·布雷尔先生，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屋里是不是还有个？疯了！他是外交官，有外交豁免权，就算他是凶手，也轮不到咱们来查。利用外交豁免权来脱罪，那跟马世英利用外界来脱罪有什么区别啊？你这样毫无依据的闹事会惹出大麻烦的。这是外交事件，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他是个左撇子，马世英的致命伤口是左手造成的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乔治·布雷尔先生，这车上呢发生凶杀案了，我们正在调查。虽然您是外交官的身份，但……那你就该知道，你没有权利审讯我。啊，在中国境内发生的谋杀案，我们有权利调查任何一位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人。
你还没有和俄国确认到底这个铁路是谁的，你跟我谈什么权利？铁路的事不归我管，这列车都是我的，我说了算。好道理。乔治·布雷尔先生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走开啊！您房间里是不是有一个女人？放手啊！你点了2份饭，你房间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女人？开啊！回答我。让他们进来吧。惊扰了我的夫人，我可以让你们好看。您好，夫人，很抱歉打扰你。我身体不太好，受不了风寒。我先生只是担心我的身体，两位不要介意。有话快说，说完就走，我们不喜欢被打扰。方便看一下2位的护照吗？夫人，您毕竟是中国人，总有中文名字吧？方婷， 2位这趟是去哈尔滨吗？我先生是美国驻哈尔滨领事馆的领事。那2位之前去过哈尔滨吗？当然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哈尔滨。有听说过许家惨案吗？什么时候发生的？12年前。那时候我才11、12岁，还没到哈尔滨，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印象。你们现在正在调查的案子和这件事情有关吗？我们正在寻找凶手遗留下来的线索，虽然很冒昧，但是我希望……你们没有权利搜查我们的行李，不行。那如果我只想看一下夫人的首饰盒呢？可以吗？我能再看看那个吗？这些珍珠是？啊，我收拾行李的时候不小心把项链弄断了，因为来不及去修了，所以就先这样带上了火车。那您上车之后有离开过吗？比如说洗手间什么的？你们到底在怀疑什么？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不要动手！别动手！来了，放手！不要这样！放开他！放手！你要问什么我都说，你们放开他。我没出去过，从上火车开始我就没有出去过。我昨晚也是早早的就睡下了。事实上，我们只知道死了人，到底死了谁我们都不清楚。我一定会让你们好看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您怎么解释这个呢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的。我想，夫人您的项链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断的吧？把珠子收起来的时候，唯独落了这个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一个门都没出去过的人，怎么可能有机会把珍珠落在别人的包厢里呢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杀我！没事了，
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确实是凶器。我就是想拿包烟，我就看见那个匕首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我的包底下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八成是凶手离开的时候顺手放在这儿的。这时候他会回来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你们也太不负责任了！你们应该公布调查情况。现在凶手就在我们之中，人人都有可能被害，每个人都要精神崩溃了。我们差不多已经找到凶手了，你们可以不用怕。我能看看包里的东西吗？嗯。凶手在你屋子里留下了太多的线索，我想，他可能随时都会回来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别杀我！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我什么都不会告诉别人的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你能不能不要再刺激他了？我想他最好离开自己的房间，先去你那儿，多陪陪他。你是最接近凶手的人，所以你的回忆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而且只要抓到了那个人，你就没有危险了。我把能告诉你们的都说了，这么多的线索，这么多的目击者，可是你们找不到凶手，你们还是找不到凶手。你放心，白鹿会陪着你，而且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随时派几个人来保护你，你不会有危险了。所以，你能不能再仔细回忆一下昨天晚上的事情？比如这个连通门，它是打开的，还是锁上的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这点很重要，你再仔细想想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昨晚把洗漱包挂在连通门的把手上，他把那个门锁给挡住了，我没有去确认，所以我没看清楚。就在那儿，挡住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害怕，你不相信我可以，但你可以相信那个家伙，他一定会找到凶手的。而我能做的，就是护你周全。你们都离我远点，我就安心了。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冒犯，但从我昨天见到的情况来看，您跟马世英的关系非常好。照理来说，这种情况下，您应该不太会介意这扇门是否真的上了锁。为什么你还要让廖云再去确认一遍？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邪恶的男人太多了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不幸的女人。我想司徒大壮，你误会了。我早已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女人，我也不再年轻。如今我出卖的只有让人高兴的本领，我只是一个歌妓。如今还是吗？对，我现在就是弹弹琴，唱唱歌。我也是怕马世英对我有多余的想法，所以才会特别确认连通门是否锁上。抱歉，是我失礼了。现在可以走了吗？
怎么了？我在想，他为什么要撒谎？谁呀？你好，二位，格格想见你们。二位请。我听说，你们捡到了一颗珍珠。啊，对，失主已经找到了，相信凶手很快也会找到。你们捡到的，一定是我丢的那颗珍珠。你看，这钗子上面的银针断了，才让珍珠掉下去的。我这钗子不常戴，上面的银针都已经发黑了。你去看看你捡到的那颗珍珠，是不是上面也染上了些发黑的污渍啊？格格可知道这珠子是在哪捡到的？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。昨天我带了这钗，没注意把它放回到盒子里了。是今天你们向我的下人问起珍珠的事儿，我才去看了一眼。哎呀，珍珠嘛，圆的，滚到哪儿都是不奇怪的。你说一个聪明人想要脱罪，他会怎么做呀？至少不会试图嫁祸给个外交官。现在事情变得越来越奇怪了。昨天1点前后，凶手躲在马世英房间里。与此同时，万吉祥、宗岩、刘子杰在一起喝酒。白露跟廖云相互证明没有离开过，石春善在格格房间里，刘子杰可以作证。那么接下来没有不在场证明的人，有我、启宏，还有布莱尔夫妇。1点1刻左右，石春善在过道里看到了陌生的列车员。这个时候，我跟启宏又先后按了铃，刘子杰可以作证。宗元都说过了，说你完全有时间，是我站在你这边。你是在怀疑我吗？哎，你要再查不出来，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在利用我把这个水搅浑。我先不跟你解释这些。走开！对不起。啊，是这样，我们的初衷也是为了尽快破案。我不想见你们，给我滚！许方婷，隐藏身份对你们没有任何帮助。他跟这件事没有关系。是，我是许芳婷，我也知道死的人是马世英，所以我不敢说我的身份，一旦说出来你就会怀疑我，像现在这样。我们只想更接近真相。你没有审判马世英的权利，有人替你审判了，你该鼓掌，不是寻找价值。不管他是谁，他是个好人。不管他是谁，他是个杀人犯。可他杀了我的嫂子和他的孩子，他们就该死了。你早就知道马世英是凶手。我见过他，在案发当天，你跟我过。但是他脱罪了，就像前几天在北京发生的事情一样，他脱罪了。我不配是法律人，你能做出过人吗？你配了。法官无视我的指控，
无视现场留下的证据，无视一切。这是命运的安排。命运让我见证他血债血偿。所以你躲在包厢里，是怕见到马世英被他认出？他从没见过我，他不认识我，但我知道他就是那个魔鬼。我嫂子家里怎么会有多余的钱？他维持一大家子的家用已经耗尽了力气。那个混账没找到钱，他看见我嫂子就见色起意。我嫂子叫我带着孩子快跑，我当时太害怕了。我扔下他们跑了。你只有12岁，你留下来什么也做不了，不怪你。是我害死了我的侄女，是我害死了她。如果我当时再抓得紧一点，如果我捂住她的眼睛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这跟你没有关系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我真想亲手杀了她。可我连再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。是我没用，是我没用。所以，有人替你杀了他。我知道你怀疑什么，但不是我们。那或许，车上还有其他认识许家的人。我不清楚，我只听说，荣香格格也在这趟车上。她是我嫂子的干妈，可她的年纪太大了，而且，她和我嫂子很早的时候就不来往，她恐怕不会去杀马世英。当时你们家下人叫什么名字？我们一般不太会叫他们的名字。那当时报案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就是个学生。学生？对，他和我嫂子学习英语，但我记不清楚他叫什么名字了。或许他也在这辆列车上呢。也许我可以提醒你一下他的名字，比如叫启红或者白露。寒霜，对，他叫寒霜，我记起来了。寒霜？对。12年前是个学生，现在不可能还是个学生吧？这年龄不符啊！而且证件我查过了，没问题，就是叫白露。有问题。我想跟你单独聊聊。他们要聊什么？聊改名的事儿吧。我想你应该知道许怀昌的妹妹也在这趟车上。我没见过他。许家惨案发生的时候，你在现场？我不在。那你为什么要去报警？你是帮凶？我不是。那你帮了凶手？
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那年我9岁，跟着许夫人学英语。她对我很好，对我来说，她也是我的母亲。案发前几天，总有个车夫在门口徘徊，我坐过一次他的车。他说许夫人干了见不得光的事儿。案发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我怀疑他，所以我去报了案。警方说，我说的那个人的长相，和方婷说的凶犯的长相是一样的。所以当你再次遇到他的时候，你就杀了他。司徒大壮，他也一样让你在法庭上变得一无所有。你也一样有杀人动机。这个寒霜到底什么时候改名叫白露的？他没有改名。寒霜就是白露，白露就是寒霜啊。那为什么呢？我在给乔治·布雷尔夫妇念车上人员名单的时候，他匆匆忙忙就报了一个名字出来，说明他知道车上有他认识的人。人在情急的情况下撒谎，最容易利用到自己联想到的词语，比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我随便猜的。格格是许夫人的干妈，乔治·布雷尔夫妇又是许夫人的妹妹和妹夫，白露是报案人。那这么说，整车厢的人都和许家有关系，我也不奇怪了呀。我倒宁可所有人都跟许家没关系。对，石春山是许家的厨娘，玉清出嫁的时候她陪着。许家出事以后，她也流离失所了。前2年遇到了我正好缺个合用的人，就收留了她。这案子跟许家有关，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们没有杀人，不想给自己惹麻烦。许家惨案发生的时候，你就在现场。是我害死的夫人。如果不是我那晚忘关了后门，那个恶魔就不会通过那扇门进来杀死夫人。如果不是我，夫人就不会死了。所以你就杀了马世英替夫人报仇？不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凶手是谁。案发以后，我们这些下人就被关起来，接受调查，一直到小英死了以后，我才被放出来。当时的许家早就已经不存在了，我也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。我想回老夫人身边，可老夫人病很重，我到处辗转，直到遇到了哥哥，才算有落脚之地。我不敢说跟许家有什么关系，我害怕，我害怕。老夫人生了重病。
我已经知道了，你们所有人都跟许家、许夫人有关系。那本书您带了吧？怎么了？能借我看看吗？啊，可以。你年轻的时候可真美。先生，我想您是搞错了，那是我女儿抱着我的外孙，这是前2年他们照的，可能我保存的不太好。你说话，如果保存的不好，可能会产生褶皱，而发黄只能是因为时间的流逝。看得出来你很精心保存这张照片，哪怕它是30年前的旧照。我想，应该是因为你女儿已经不在了吧？怕您伤心，本来我不想提这件事的，可现在我不得不说，照片上的人恐怕不是您女儿跟您外孙，而是您跟您女儿。那次去哈尔滨见的，应该是您这辈子最难受的事儿。还有你，我有什么？你暗示我，说马世英有在火车上喝安眠药的习惯。您说有就有，您说没喝就没喝，我不知道啊。他在枕头下放了一把满堂的手枪，说明他很担心恐吓信的事情，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在睡觉的时候喝安眠药。他喝不喝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害怕的那封恐吓信，不是你给我那2封，而是你烧掉那封。老万吉祥没有时间去杀人。他就是个混蛋，他不应该杀许夫人。我父母死得早，为了活下去，我什么事情都做。偷东西、抢劫、骗人，一般人看我是个孩子，就把我放。可是后来，我碰到了个硬茬，他要打死我。是许夫人救的。案发前，我见过那个凶手。我偷他东西，结果被他察觉了。我不死心，我就一路跟着他，一路跟到了许夫人家。我没进去，我没有进去。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万吉祥绝对没有离开过包厢，至少马世英死的时候没有。许怀昌死于海战，水师全军覆没，而日军的地面登陆点正好是威荣。有什么呀？当年在威荣，我们站都没站就降了，该低头就是低头。你为什么不喝酒？你这么想知道啊？那我告诉你，我负责转移弟妹，把她先送到奉天，再送到哈尔滨。但是中途我接到了别的命令，等我再回到哈尔滨的时候，就是案发的当天。那天晚上，我喝多了。我本来应该那天晚上去确认一下她的安全，但是我喝多了，
所以，老刘是我们家老列车员了，从第一班一直工作到现在。小英姓刘吧？都是我，都是我。我居然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相信。如果不是我，她不会委屈的自杀。但是受了委屈。我就直接说了吧。对，我认识他，很早以前就认识。在南京的时候，在他被捕前，我大病了一场，他来给我瞧病。他真的很喜欢多管闲事。我原本就是个青楼女子，他却总是劝我从良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我就是为了讨口饭吃，不偷不抢，又有什么错呢？他总是高高在上的劝我，我生气呀，就把他跟怀昌的事情说了出去。他鼓吹什么不好，非要在那个节骨眼上鼓吹维新。后来他逃走了，去了哈尔滨。我为什么这么害怕？我是害怕凶手来杀我呀。他是来报仇的，为许夫人报仇的。你说你把洗漱包挂在了门把手上，所以你根本不知道门是开还是关。可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，你就会发现洗漱包什么都挡不住，因为门把手是在门锁的下面，就在那儿。来的时候我看了一篇社论，内容记不清了，可我记得作者的名字叫做怀昌。你包里装有弹琵琶用的甲片，可你的手指上却没有拨弦留下的薄茧，反而是你的中指、你的小指外侧有后茧。你早就从良了，成为了一名作家。你用你的方式让徐夫人继续活了下去。我就是想活得漂亮一点，给他看，可还没来得及。
马世英极其爱表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在睡觉的时候带着表呢？也就是说，1点15是凶手制造出假的死亡时间。既然杀人时间不是1点15，那会不会是在那之前呢？这也是你们希望我去相信的。0点40的时候，我被马世英房间巨大的声响吵醒，然后我就听到他用俄语让列车员滚。接着万吉祥跟宗岩就告诉我，死者身中9刀，有深有浅，浅的伤口只刺穿了表层的皮肤，而深的那刀直接贯穿了整个肺部。9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刚好跟你们的人数对上。你们所有的人在一起，给死者进行了一场审判。可你们的审判，你们自己也清楚，所以你们制造了不在场证明，甚至想把我也拉进去。如果按你们预想的那样，1号包厢空着，列车也没有停下来，那昨天晚上列车应该就到了奉天站，或者稍微晚一点，在今天早上之前到达奉天。你们中间有的人已经下车了，剩下的人则留着那套穿着制服的凶手的证词，无懈可击。没有人会怀疑你们。不过情况有变，你们也意识到了这点，所以有的人扔下了烟斗通票，有的人扔下了珍珠，还有人穿着红色旗袍吸引我的注意力。你们为的就是把这滩水搅得更浑，浑到让所有人都看不清真相。可真相就是真相。我说了，你们的审判并不合法，因为法律的准则必须是至高无上。因为如果它被破坏的话，那所有人，所有弱势的人，都得不到庇护了。大壮，刚才列车长拿到了加急路签，奉天的警方已经封锁了车站，只要车一进站，他们就实施抓捕。
司徒大壮，正义不属于马世英，而你说的这一切没有证据。不可能的巧合在法律上就是正确。要我讲点案例给你听吗？我也学过法律，我当然明白你的意思。不过，整件事情并不是一个不可能的巧合，或者说，并不存在什么巧合。所有与许家惨案有关的人，都被放在了这节列车上。它不是一个巧合，它是我安排的。1号包厢的车票，所有包厢的车票都是我买的，所有人都是被我邀请到这节列车上的。我要让所有人看到，许夫人的仇报。其实，司徒律师，我很感谢你。徐世仁的案子，我目睹了整个庭审过程。根据案发时凶手跟死者的距离推算，凶手单臂臂展约为0.75米，身高约1.8米。在场所有人中，唯有被告与之体型完全一致。对此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司徒大壮，您竭尽全力，也无法将他治罪。法庭不能主持公道，那就应该另有人制定规则。所以，我要给他死刑。代表车上这9个人，我从一上车开始，就利用马世英好色这一点。我只好去他的房中，脱下列车员制服，然后换上了旗袍。是我说的，是我告诉他，屋里没有男人，只有许夫人带着孩子，是我害死了夫人。她待我像亲生女儿一样，这些年
我始终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。唯一支撑我活下去的，就是大仇未报。这事跟你没关系。凶器在我的房间里，那上面有我的指纹，屋里还有一件带血的衣服。凶手就是我。不是这样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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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这样的。辛苦了，上尉。哎，马世英呢？2号包厢。凶手呢？啊，凶手他下车了。下车了。昨天凌晨，列车停靠在锦州站，凶手穿着列车员的制服上了车，被死者的秘书万吉祥，还有这位李克宗也目击到。接着，他用万能钥匙打开了马世英的包厢，因为死者有睡前服用安眠药的习惯，所以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被杀死在2号包厢中。接着，他反锁了门，由连通门进入了这位启红女士的3号包厢。趁着这位女士熟睡，他逃离了，并在列车再次启动前下了车。哪一站？锦州站。凶手长什么样？我可以协助你们做凶手的画像啊，我可以做证人。死者的家属呢？那个，他是我老板。一起下车。哎，好嘞。到哈尔滨，请你喝酒啊。丰田站到了，下车的旅客，请您带好自己的行李。谢谢。
这是我收藏的最好的红酒，请二位品尝。谢谢啊，我不会喝酒啊。司徒大壮，您就慢用。叫我司徒言就行。二位满意的。我能不能叫您司徒大哥啊？谢谢您请我吃饭，以后在哈尔滨有用得着小弟的地方，您尽管吩咐。谢谢。好嘞，谢谢，谢谢。师母，老师呢？怎么了？我叫谢华，沈老师的朋友，哈尔滨警局副局长。谢局长好。到底怎么了？我们进去说吧。司徒，我上楼休息一会儿，你和谢局长先聊。好。抱歉。请坐。谢局长，我老师他到底怎么了？闹毛病了，他一直有心脏病，突然发作，想送医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昨天，昨晚上我们一起赴宴，宴会还没结束，他忽然感觉不舒服就……哎，你没来的时候啊，沈律师没少向我提起，本来想着你过来以后会是他的一个好帮手。谁知道出了这种事儿？你现在过来也好，帮着操持一下家里，多劝劝你师母，节哀顺变吧。老师待我如此，我会照顾好师母的。哎，谢谢。来了，骆会长，这是见贤的爱徒司徒言，刚从北京过来。这位是骆文生先生，哈尔滨商会的主席，也是你老师多年的朋友。你好。夫人，马世英的事，我略有所闻。事情虽然办得曲折，结局还是不错。
此事尚未见报，没想到骆先生足不出户，就能知天下事。这事儿正好跟我当差的儿子有关。骆少川是令公子。文生，咱们先进去吧。啊，这边请。哦。您认识少川？是。那您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？节哀，谢谢。节哀，谢谢。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好。景轩，跟谢叔叔、杜叔叔说再见。哎，不要叫我叔叔，叫我杜老板或者老杜就行。我没那么老吧？文生，景轩，你先回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那个事儿，咱们晚上回去再说好吗？文生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明天再说吧。也行，我从彼得堡请的那个裁缝明天就到，我早晨过来接你，量一下尺寸，你也好好选一选婚纱的料子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没有，我就是想到沈律师，一转眼的功夫，太无常。别想这么多了，咱们的时间还长着呢。我让司机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还要去置办些东西呢。送你吧。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放心吧，啊。你想干什么？你闭嘴！司徒，老师什么时候下葬啊？墨还在休憩，再过几天吧。到时候，我想把他和思琪葬在一起。等我100年之后，师母，您还年轻呢。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啊，你就会知道了，死亡是个回避不了的话题。这些年，我把思琪送走了，现在我把你老师也送走了。他们父子俩倒是团聚了，把我一个人孤单单的留在这世界上。师母，以后我会像思琪师兄那样侍奉您左右的。你那么年轻，我不能一直拖累你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我出去一趟，你自己吃饭啊。
老谢，老谢。根据现场分析，凶手应该是流窜盗匪，入室抢劫杀人。我们判断，凶手一定会尽快脱手抢到的珠宝首饰。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一定会将凶手缉拿归案。怎么也没有破门、合破窗的痕迹啊！可能是他大意了，误把凶手放了进来，也有可能被尾随了。一定要抓住凶手，我千刀万剐了他！司徒，师母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明天啊，我要请你老师家的几个亲戚吃饭，我估计这样的场合你也不喜欢，你就在家里自己做点吃的啊。我会自己安排的。师母，这2天你太辛苦了，早点休息。你也早点休息。京酱牛排，炸酱意大利面，这都什么呀？你好，先生，请问您几位？1位。好的，您坐这儿稍等一下。你好，先生，今天本店爆满，你想吃点什么？我先替您下单。我看你们招牌上写着京酱牛排、炸酱意大利面，对，那是老板推的新菜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挺有意思啊。所以你们家到底算中餐还是西餐？西餐的话能这么做吗？怎么不能啊？这就是我茉莉餐厅的特色，你上别的地儿还吃不到呢。得了吧你，还不是因为你西餐做的不好，才弄得这样中不中洋不洋的。别费那些话，你就说味道怎么样？你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。好吃就好吃，你要这么说，我今儿非给你的牛排上加一块豆汁土豆泥，你也试试呗。行，那给我来一个炸酱意面。好嘞。先生，你介不介意和这位小姐拼下桌啊？可以。你问问那位小姐介不介意。好嘞。不好意思啊，您点的不是牛排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平时都点的是意面，今天被老莫塞了份牛排，所以，要不然我把这碗面……没事。先生，其实刚才我这个叉子没用过。啊，好。不如这样，你把这碗面卖给我，我让老板再给你做一份。不用，我不介意。那我就付你介意的这部分。我想您是误会了，这只是我的个人习惯。我想你也是误会了。
不欠别人的也是我的习惯。这碗面我请，就当是我给你道歉了。何大哥，我这都忙不过来了，你去上下菜呀你。你怎么不嫌这报纸也是我看过的？我买的。不，是你，我杀人了。我知道了。所以，其实你自己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杀人。我要知道就不来管你。那昨晚案发的时候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你知道你还有家吗？非要把我锁起来，爸，你锁不了我，省省吧。混账！父子俩有话好好说，干嘛要动手啊？赶紧给你爸道歉。该道歉的不是我爸。你这个畜生！哼！罗少川，你杀了你父亲，现在跟我回警局。什么？我们怀疑你杀了陆文生。啊！都别动，都别动！断片儿不记得了。那魏敏熙被害的时候你在哪？魏敏熙，报纸上说，你对你父亲田房不满，先杀后母，再杀亲爹。有脑子的人谁看小报啊？小报的话能信吗？再说魏敏熙死的时候，我还在奉田呢。这件事我帮你查清楚，可我也得有一个知晓案情的渠道吧？啊。这样，你去找邹静轩。邹静轩，我未婚妻。你还有未婚妻呢？是我爸给我定的亲，可能对我来说就跟我亲妹妹一样。你去找他，就说你是我朋友，想了解案情，他一定会帮你的。什么情况？你上楼躲着，不叫你别下来。好。几位是？啊。我来拿骆家的文件。骆家的文件只有骆家人才有权查看。我只拿遗嘱。遗嘱也一样。必须有骆家全体成员在场的时候，由律师宣读才能生效。那现在沈律师已经不在了，我找谁呀？我就是律师。我是沈律师的学生司徒言，刚从北京过来。骆老爷还有谢局长都认识我。哦，那就快拿去吧。稍等。司徒言。就这个，走吧。
以上就是骆文生先生的遗嘱。因为魏女士意外身故，其名下遗产归入骆少川继承范围内。除此以外，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大伯是真的把我当家人。他凭什么拿1万大洋啊？我就要按月领生活费。什么叫继续居住权？我本来就是骆家的人，我要他给我这个权利吗？司徒律师，你给我解释解释。我想，这是您的家事，还是等骆少爷回来，您跟他商议吧。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？少川敬轩，这家的孩子哪个不是我看着长大的？别以为我们家老爷去世的早，你们就都可以骑在我脖子上欺负我。妈，大伯肯定不是那个意思。等少川回来，他不是说少川杀了老爷吗？那他凭什么还有这个继承权呀？妈，我们还是先等警方调查结果吧，好吗？只要1天没有定案，骆少川就1天不是罪犯。邹小姐，你是骆少川未婚妻？嗯。他跟我提起过你，方不方便单独聊一下？司徒先生，我妈刚才那么说少川没有恶意，只是因为警方现在觉得最有嫌疑的人是他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我相信少川他不会杀人的。可真相只能由证据说了算。我听说过您，您会破案。略知一二，您可以直说。您是少川的朋友，我相信您。我在教堂听大伯说您很厉害，我希望您能帮帮少川，求您了。那万一骆少川就是凶手？警方为什么怀疑骆少川？因为证据都指向他。还好有谢叔叔在，警方一时不敢往他头上泼脏水。但是少川不知去向，我担心谢叔叔会顶不住压力，最后拿少川结案。毕竟大伯现在已经不在了，没人能镇得住他们。当然，如果最后您查到真是少川，他也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好，我要先知道案发的全部经过，以及警方现在了解的证据。妈，你给我过来。是不是老骆有什么事儿要单独交代我们敬轩啊？妈，不是这样的。你闭嘴！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像这种总是跟我们豪门打交道的律师得防着点儿，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呢？再者说了，我现在应该是骆家唯一合法的继承人，你是我女儿，可不能被这种天天靠卖嘴皮子吃饭的男人给骗了。走，咱们走。妈，我以骆少川未婚妻的名义，正式任命司徒先生调查大伯的死因。邹小姐，这不符合规矩。司徒先生是少川的朋友，在东方快车上还帮过少川大忙。再说，少川要是走投无路，说不定会去找他呢。谢局长，我多少也算有点了解骆少川，应该能帮上忙。资金数目都已经审查完了，这个应该。司徒言，这个案子你只能适当的参与一下，但是你要保证不能干扰我们查案，否则我随时把你请出去。一定。多谢谢局长。骆会长的账目一直由沈律师打理，你回去找一找账本核对一下。巧了，我带着呢。你倒是有备而来啊！来，老鸨，找个由头查查老沈家。骆少川现在没地儿可去，十有八九藏在那里。
我先给你讲讲经过，还有我们掌握的线索。昨天下午6点左右，我到了骆家大门口。我刚好过来，看见抽屉开着，就顺手给关上了。老爷还没有回来，谢局长，您先在这里稍等一会儿。晚饭后，我去了骆会长的书房。那骆会长找您，是为了什么事儿？魏敏熙遇害案有进展了。什么进展？从魏敏熙被害现场，我们判断是流窜劫匪所为，所以在金行当铺都布了天罗地网。结果，在一家当铺，发现了魏敏熙的首饰。我们盘问当铺老板，老板竟说，前阵子来变卖首饰的，竟是魏敏熙本人。哎，这不是大伯送给魏姨的生日礼物吗？调取了他的银行存款记录，发现账上是空的。这儿不用你了，忙自己的吧。是，老爷。事情和你想的一样，魏敏熙这些年应该一直被人勒索。你觉得会是什么人？问题是，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谁呀？老爷，是我。滚！老爷，是魏太太的信。魏姨被人勒索，为什么？为了嫁入豪门，值得冒点险。这女人可不是什么善茬儿。你想想啊，她和大哥是青梅竹马，那大哥穷的时候，她怎么没想着嫁过来呀？非要嫁给一个既酗酒又打老婆的男人，图什么呀？不就是图钱吗？谁成想啊，咱们骆家没2年就发达了，大哥就成了首富。哎，巧了，他和大哥又在哈尔滨重逢了，而且没2年，他们家男人就